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海神9考的最后一考，也就是唐三传承海神之位的详细解说。唐三在成功猎杀完深海魔鲸王，拿到魂环和魂骨之后，就回到了海神岛，准备开始自己的第9考。唐三见到波塞西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祖父唐晨已经永远离开了，并且唐晨还为唐三留下了一份大礼——修罗魔剑。不过唐三却不敢随意接下这份大礼，而是选择先继承海神之位。在海神传承开始之前，唐三告诉了波塞西，自己的海神之心在与千仞雪一战中已经破碎。唐三想要询问波塞西有没有能够重塑海神之心的办法，波塞西却告诉他，海神之心是他也不明白的存在。海神三叉戟因为海神之心的破碎失去了灵性，而当年的海神绝大部分的能力都是通过海神三叉戟来释放的，也就是说，海神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海神之心。失去了海神三叉戟的辅助，唐三传承的过程也会变得十分艰难。但不管传承有多难，唐三都必须要去继承海神之位。只有成为海神，才能打败千仞雪，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因为海神能量太过庞大，为了不让唐三在传承时不小心溢出的能量毁掉海神殿，所以波塞西让唐三将他的6个小伙伴叫进海神殿帮助唐三。有他们在，不但可以将溢出的能量吸收，同时也能够保护海神殿不被破坏。传承开始，唐三登上了曾经拔出海神三叉戟的平台。史莱克6怪额头上再次出现海神考核的魔纹，6人各自飞跃上了一座平台。在他们准备好之后，波塞西高举起手中的金色权杖，他释放出自己的9个魂环。这9个魂环最低的也是万年级别，每一个魂环上都蒙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彩，强烈的金光将海神殿内的每一个角落都完全照亮。波塞西与唐三面对而立，将唐三的身体完全笼罩在他的9个魂环之内。在波塞西手中权杖金色光芒的照耀下，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也渐渐的亮了起来，一直盘踞在他手臂的修罗神能量也被逼回了他的昊天锤之中。此时的海神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法阵，唐三脚下的中心平台，这是法阵的阵眼。金色的6芒星在唐三与波塞西脚下亮起，他的6个角分别照耀在史莱克6怪脚下的平台。在这股能量的作用下，6怪的灵魂被一种特殊的精神波动连接在一起，就像是支撑起房子的一根柱子，身体无法移动。波塞西代表海神询问唐三是否做好了准备，是否能让自己的心中善良永存，将海神的力量永远用于正义，保护好辅助他的子民，不让任何外敌入侵。唐三的回答十分坚定。随后波塞西将手中权杖上的菱形金色宝石贴在了唐三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的烙印上，宣布正式开始海神第9考。波塞西手中的权杖与他的9个魂环同时破碎，强烈的金色火焰在唐三的身体周围腾空而起，波塞西的身上也燃烧着火焰，他的身体在火焰颜色的变化中渐渐消失。唐三看着波塞西的生命慢慢消逝，非常难受。波塞西告诉他，这是他身为海神岛大祭司的使命。他还告诉唐三，身为神的引路人，千道流也必定和他一样，为了神位传承而献祭。只有用他们的身体为引，能量作为沟通的桥梁，才能将真正的神力引来，帮助神选之人完成神位传承。波塞西这一生不仅为海神岛奉献了他的青春，还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这让唐三觉得上天对他很不公平，也让他的心绪有点不稳。但身为男主，唐三只会化悲愤为力量。这一刻，他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随后，一扇赤金色火焰燃烧的大门出现在唐三的面前。当唐三的身体穿过海神传承之门后，他来到了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海底世界。唐三在下潜的过程中，看到了一座长宽都超过了1000米，高度也至少超过200米的宏伟宫殿。在宫殿之外，有一圈淡淡的金色光照，将这个海底世界照亮。唐三来到金色光照边缘时，想要进去，却被坚硬的光照阻隔在外。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这个世界响起，只有海神之心的拥有者才能进入。但海神之心为了救唐三已经破碎了，他只能想其他的办法。就在唐三准备利用大须弥锤加上自身的力量，想要强行破开光照时，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告诉唐三，破坏光照会导致海神殿被海水挤压破坏。唐三只能无奈的放弃武力破坏。没多久，唐三就想到了破开光照的关键是证明自己海神传承人的身份。唐三将自己的精神力凝固注入到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之中，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唐三顺利的通过了光照，进入了海神殿。穿过大门进入宫殿的唐三见到了海神本神。海神的面容古朴，算不上英俊，但却很威严。唐三见到海神很平静，但他很惊讶传承的仪式竟然是海神亲自主持。海神一眼就看出了唐三因为波塞西的献祭不满。唐三知道自己不该顶撞神，但想到波塞西的死，他就无法释怀。海神告诉唐三，自己很清楚波塞西对海神岛的付出，所以波塞西虽然死了，但灵魂却在他的帮助下永生，并且当初在唐晨死后，他也帮了一把，让唐晨和波塞西2个人的灵
灵魂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永远在一起。海神告诉唐三，在进行传承的时候，绝对不能使用昊天锤的力量，因为昊天锤已经被修罗神力浸透，会影响到海神神力对他进行传承。而失去了神器的唐三，在后面的传承会经历不同的痛苦和考验。但好在唐三是双生武魂，以他的身体条件，还是有机会成功的。海神告诉唐三，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一定要守住本心，只要他的信心不动摇，就可以成为新的海神。当初千仞雪传承天使神神位的时候，天使神的神魂并没有跟他沟通，导致他因为心魔出现了些微瑕疵，留下了唐三这个破绽。但因为海神对于唐三的实力以及性情十分认可，所以他亲自降临下界，为唐三稍微指点一下，让唐三全心全意接受传承，少走弯路。海神还提示唐三，深海魔晶王机脑中的金珠在最后的传承中会用上，可以帮他省很多麻烦。机智的唐三一下就猜到了金珠和三叉戟有关，降临下界的海神其实是不能给唐三明确指示的，但唐三太聪明了，海神只好立马就把唐三丢去开始传承。唐三被丢去传承之后，海神殿也来了新的客人，那就是来找海神算账的修罗神。修罗神指责海神给唐三指示，试图降低传承难度，违反了神界的规则。但海神既然敢暗示唐三，话里话外自然是没有什么能让修罗神可以抓住的把柄。在传承神位之前，传承人与神之间的亲和度超过100%，神的本尊神魂是可以来到传承之地，对传承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指点。虽然因为千仞雪导致海神之心破碎，导致唐三的海神亲和度自我感应只有99%，不过因为神级强者导致亲和度无法正常评价，本身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海神来见亲和度高达115%的唐三，完全没有任何程序上的问题。站着里的海神反而控诉修罗神在没有特殊情况下违反规则来到人界。海神强调修罗神想要横插一手抢自己的继承人是做梦，但修罗神赶来自然是因为唐三在遇到海神之心前就有了杀神领域，杀神领域带有修罗神的气息，也是被修罗神选的特征。论先来后到，海神比修罗神还要晚得多。修罗神的话一出，海神就懵了。好在修罗神没打算现在就干预唐三的传承，而是准备等他传承结束之后再说。另一边，被海神丢去传承的唐三来到了一个金色的圆形平台，平台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就连天空也是金色的。以唐三脚下的平台为中心，周围有8个小型的圆形平台。唐三的身体被脚下平台的能量凝固住，只有眼睛能看到周围，精神力和内力也被压制着。突然，唐三的背后像是被人用锯齿在切割一样，剧烈的疼痛让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骨头被拆了下来。在他身边围绕着的8个小平台中，有一个飞了出来，漂浮在他的面前。如果唐三的海神之心没有破碎的话，虽然依旧是要拆骨头，但却会被海神之心用海神之力护住感知，降低痛苦，甚至会在紧要关头给唐三一定的提示。可惜现在这些金手指都没有了，唐三感觉自己的肋骨被拆下一根。与此同时，虚空中再次有声音响起，告诉唐三他的束缚将被解开，但如果阻挡魂骨拆卸，考核将被中断。中断的结果最严重的是被抹杀，并且不得离开平台中心2米的范围，也不能改变他被拆魂骨的主要身体位置，否则视为放弃传承。当唐三恢复行动能力后，第一时间用玄天功尽可能的阻断自己的痛感神经，但唐三现在的感知至少被放大了5倍以上。慢慢的，唐三发现被拆掉的不是自己的肋骨，而是8株魂骨。他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力，坚持到了8株魂骨被全部拆卸。被拆掉的8株毛在唐三面前就像是破茧成蝶一样，变成了8个巨大的金色翅膀。看着自己的8株毛，唐三的心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只要他上前一步，就可以立刻拥有这件真正的神器。在唐三抬起左脚的时候，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从他面前的海神8翼传来，让唐三抬起的脚硬生生地停在了半空之中。突然回过神的唐三十分后怕，他差一点点就离开了自己的位置。醒悟过来的唐三稳定住自己的心神，海神8翼也飞回了他先前的位置。七情第1考结束，第2个接受改造的是天青牛蟒的右臂魂骨。从这块魂骨剥离，唐三明白了，魂骨剥离时间越长，品质越高。右臂魂骨和8株毛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当右臂魂骨被剥离出唐三的身体，落在金色平台上，变成了一个非常猥琐的形状。这个形状以及响起的改造失败的声音，让唐三十分愤怒。在唐三看来，侮辱他不要紧，侮辱大明简直不能忍。唐三明知道这是陷阱，但想到现界的大明，他觉得宁可不进行传承，也不能让大明受这样的侮辱。在唐三即将跨出这一步的时候，魂骨中大明微弱的灵魂却突然让唐三不要上当。大明的话让唐三化悲愤为力量，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当唐三恢复平静之时，原本猥琐的形状化为一条金色的龙，飞回了平台之上。经过前2关的考验，唐三也想通了自己传承海神的前7关，应该就是看他能否从7
情中挣脱出来。想通了这一点的唐三，在接下来的蓝银皇右腿骨中的考验中，始终谨守心神，并且这一关中还让他发现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紫金魔瞳，破除幻境的效果在这里也能使用。第4考剥离的是唐三的左腿骨，这一次幻境变成了小五为唐三献祭的场景。不过这时候唐三的心简直比铁还硬，很快就通过了考核。接下来的3关才是最难啃的骨头。第5关剥离的是唐三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头部魂骨给唐三带来的痛苦是最剧烈的。这一关的幻境概括起来，就是在一个很唯美的地方，原本梳着头的小五看到唐三后，要唐三为他梳头，还说女孩子的头一生中只能让一个男人梳，问唐三愿不愿意。唐三当然愿意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动手去接小五递给他的梳子，然后小五就委屈的泪眼汪汪。唐三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小五，就算他知道是假的，他也没有办法拒绝。好在唐三行动的最后1秒前，在海神殿围观的小五疯狂大喊那不是他。唐三和小五之间因为之前的献祭，所以是有心灵感应的，这也让唐三成功的跨过了他最难克制的爱。当蓝金色的头骨回到圆形平台后，就开始了唐三躯干魂骨的剥离。躯干魂骨是所有魂骨中最大的一块，也是正常人魂骨中最重要的一块。躯干魂骨剥离的痛苦让唐三差点承受不住。魂骨剥离后落在圆形平台上时，深海魔晶的虚影突然变得真实起来，跳进了平台周围的金色海洋之中。进入金色海洋的深海魔晶王变成了人形。深海魔晶王告诉唐三，他虽然死了，但他100万年积蓄的灵魂之力却隐藏在魂骨之中，没有被灭。现在唐三给了他机会完成神的最后一步。好在唐三深信不疑地认为这是幻境，是假的。当金色海洋中出现一柄金色3叉戟杀死深海魔晶王后，唐三才意识到先前的并不是幻境。躯干魂骨化为了一条紫龙，漂浮在平台正上方。最后考核的是唐三的左臂魂骨。左臂魂骨被剥离之后，出现在唐三面前的幻象是一个虚幻的星空，星空中千仞雪正在接受天使神的传承。唐三的意念钻入了千仞雪的头部，他看到了千仞雪在传承时对自己做的事。看完这场热火朝天的春宫，唐三正意犹未尽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意识回归了本体。随后千仞雪出现在他的怀抱之中，准备将刚刚唐三看到的火辣辣的场景再次重现。面对如此诱人的千仞雪，唐三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让他滚，只因为这不是小五。七情中对男人来说最难的肉欲，对唐三来说却并不是最难的。当然，如果对象换成小五就不一定了。当景象恢复正常的时候，唐三也明白了千仞雪当初追杀自己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能容忍他。喜怒哀惧爱恶欲这7情都已经通过，但唐三还差最后一步，唤醒海神3叉戟的神威。第8个平台和海神3叉戟同时漂浮到唐三的面前，唐三将深海魔晶王金脑中的金珠按在了海神3叉戟的孔洞中，随后将倒出来的金脑抓起一块粘合在金珠和孔洞上，然后将海神3叉戟插在剩余的那一堆金脑之上。唐三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海神之光释放，照耀着海神3叉戟，他不断地在心中呼唤着这个和他并肩作战的伙伴。在海神之光的影响下，金脑渐渐地变成了蓝色，一边吸收唐三的海神之光，一边缓慢地融入到海神3叉戟之中。这个过程很漫长，慢慢的唐三的精神力接近枯竭，甚至是透支，但唐三依旧重复着海神之光的输出。他感觉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候停下来，那3叉戟恐怕再也好不了。就在他额头上海神3叉戟烙印越来越暗淡的时候，原本围绕在唐三脚下圆台的其他7个放着魂骨的小圆台全部来到了唐三和他面前的第8个圆台外，代表7情的7个平台围绕着他的身体旋转起来，每个圆台都散发出强烈的金光。第一个飞出来的是他的8蛛毛，海神8翼落在了唐三的背后，他的加入让唐三的精神力重新奋起，庞大的能量不断的涌入到他的体内。随着唐三海神之光重新变强，在他的照耀下，3叉戟上的花纹出现了淡淡的青色，金珠也开始变得透明，至少有1/3的金脑能量被海神3叉戟吸入。在唐三坚定的意志力影响下，他的魂骨逐一回到了他的身体，每多一部分铠甲与身体契合，唐三的力量和海神之光都会成几何倍数的增强。额头上3叉戟的烙印释放出的海神之光也会随之变强，这些铠甲成为了唐三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将海神力量充分释放出来最重要的神器。当唐三的4只魂骨和躯干魂骨都回到他身上的时候，在海神能量的作用下，躯干魂骨和4只铠甲以及海神8翼完成了融合，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整体。最后当唐三的头部魂骨落在他的头上的时候，已经变成
了一个缩小版的三叉戟蓝金头箍，头箍上的中央位置是一个小型三叉戟的镂空痕迹，这个纹路正好对上了唐三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的烙印。一直被海神之光照耀的海神三叉戟出现了变化，以金珠为主体，重新凝聚而成的海神之心，终于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变成了璀璨的菱形宝石。而唐三头部三叉戟的烙印契合的同时，也化为了一块小型的菱形宝石。这一刻，唐三感觉自己成为了这里绝对的核心，他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就在他的额头正中，变成了一块蓝金色的菱形宝石。而灵魂实体化就是成神的标志。唐三终于完成了他的海神传承，成为了海神，而他身上的魂骨也进化成了比天使神装更牛逼的海神神装。在唐三握住海神三叉戟高举过头，直指苍穹的时候，一圈圈的魂环从唐三的脚下升起，9红1蓝金。唐三海神传承最后的奖励就是所有魂环修为提升5万年。为了成为海神，唐三拼尽全力，因为只有他变得强大了，才能保护自己身边的人。他相信自己对上千仞雪，输的一定是他。不过作者安排给唐三的双武魂以及修罗神，并不会让唐三止步于此。好像斗罗大陆大的剧情，这剩下唐三双神位对战比比东和千仞雪，剩下其他比较大的豆豆好像已经写完了。在写完大的剧情解说后，豆豆应该会更新一些斗罗的人物志，还有会开始更新一些斗破苍穹的内容。斗破的话，我比较想要先做盘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豆豆。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